朋友們，你們能想象嗎？德語區主流媒体對中國春晚精彩絕倫的人形機器人功夫表演幾乎沒有任何報道，真的幾乎沒有任何報道。僅瑞士的新蘇黎世報有所報道，但還是收費的，不交錢，只能看開頭幾行字以及10秒鐘的視頻，而且是借用春晚的畫面。沒有任何德國主流媒体對此有報道。不知道是否故意不讓德國人知道中國的科技發展水平，還是德國媒體覺得這種事根本不重要，導致語數科技的油管官方頻道發布的春晚以及之前訓練機器人不到2分鐘的視頻，觀看量已經近50萬。裡面有各國網友的評論。朋友們，雖然你們都看得懂英文，我還是想分享一些世界各國網友的評論啊。與中國國內有些在抖音或微信公眾號上部分阴陽怪氣的人相比，看看全球網友是怎麼看的，真的很奇怪啊！中國總有一些阴陽怪气的人，說什麼中國機器人只會跳舞、耍花招，他們能幹活嗎？呵呵，可是目前哪國的機器人能幹活呢？朋友們，我是外行啊，從今年春晚的機器人表演來看，真的讓我驚掉下巴。才短短1年時間，中國的人形機器人已經進化了那麼多。用外國網友的話說啊，中國這是在搞科技大躍進。從畫面看，好像機器人成了主角，而同台表演的青少年成了配角。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畫面：機器人同步前空翻、後空翻，跑步向前，一躍就跳到牆上去了。再然後呢，空翻向前，穩穩落地，而且整套動作非常絲滑。整齊劃一。還有就是呢，機器人現在能倒着往回跑、後空翻，還會打醉拳，等等等等，這些都讓人無比驚嘆呢。不過朋友們，這次春晚功夫機器人的表演，我覺得最羨慕嫉妒恨的是白宮以及五角大樓裡的那幫人。估計這2天他們那裡點外賣、點披薩的又爆單了。真的難以想象，才1年時間，這機器人進化就那麼多了。5年之後會是什麼樣子呢？也許到時真的是無所不能了吧。好的，我們看幾條語數科技的油管官方頻道上這條視頻的全球網友評論吧。我盡量選從網民看不太像中國人或華人的評論啊。比如說第一條評論：中國竊取了美國2090年的技術，這些技術目前還只存在於山姆大叔的夢裡。這位網友調侃地說：BBC 問，但代價是什麼？語數科技說，更低的成本呀。再往下，幾十年來，中國人忍受了所有的嘲笑和批評，他們閉口不言，專注於自己的目標，他們值得所有的讚美。下一則，中國顯然又竊取了一項在西方根本不存在的西方技術。下一則，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真是太震撼了。繼續往下，中國正崛起為全球機器人技術領域的領軍力量。再往下，語數科技目前絕对是人形機器人領域的領跑者，他們發布最新的 G1 功夫表演令人嘆為觀止，那些流暢的動作、完整的平衡以及對真實物理學的精準掌控，讓 Optimus、Atlas 和其他競爭對手相形見絀。目前還沒有任何其他團隊能將動態敏捷性推進到如此程度，這進步簡直太瘋狂了。這是西班牙語區的網友，他說：“中國人民用善良和文化贏得世界人民的喜愛，而非靠關稅、戰爭和死亡。祝偉大的中國人民新年快樂！”很難得啊，這位講日語的網友說：“真是令人驚嘆，他和去年相比變化如此之大。我對語數科技的技術實力印象深刻，新年快樂！”再往下，我的大腦無法處理，這是真的。下一則，想象下，第一個終結者說中文，呵呵呵，玩笑歸玩笑，這些機器人太棒了，僅僅1年時間，進步就這麼大。下一則，如果不是直接在語數科技的頻道觀看，我會說這是 AI 生成的，太不可思議了。再往下，妙不可言，且令人無比讚嘆，
他們能夠展示並證明，當你全心投入一個產品時，堅持不懈和決心能帶來怎樣的成就。好的，再往下。太瘋狂了！去年机器人還在轉盤子，現在他們都能在電視上直播打功夫了。祝賀你們，新年快樂！下一則，那個醉拳機器人太像真人了，讓我想起了成龍早期的電影。哇！好的，我們再往下。祝賀所有的工程師和整個語數團隊，這絕對令人難以置信，嘆為觀止，太震撼了，為你們感到無比驕傲。希望能看到更多關於悟空機器人的內容。下一則，我們正走在一條與世界其他地區截然不同的星際航線上，我們將成為首個定居火星的國家，並且按照自己的方式實現。作為一個非移民文明，任何外部力量都無法參與我們的征程。世界依賴中國，但我們自給自足。我們將引領核聚變、量子、人工智能和深空探索的下個時代。與西方依靠剝削繁榮不同，我們不通過奴役他人來發展。世界其他國家要麼跟隨，要麼被甩在後面。朋友們，更令人意外的是，英国主流媒体之一的《太陽報》油管官網也報道了此事。才上傳1天多，點擊已經超過70萬，評論近6000條。而且我昨晚睡了一覺起來，剛才看了一下，其實瀏覽已經超過80萬了，說明關注度超高。我們也一起來看看網友們的評論吧。第一條評論：與此同時，英國連路上的坑坑洼洼都填不平。繼續往下，不顯山不露水，就把軍事實力秀給你看。再往下，中國已經達到了另一個層級，但世界仍然不願相信這一點。下一則，與此同時，美國還在包庇戀童癖者，不讓他們被逮捕。再往下，真是難以置信，太讓人震撼了。下一則，未來的中國軍隊只需把模式從跳舞切換到殺戮。下一則，想象下，他們沒給我們看的東西啊。繼續往下，每天早上我一醒來，中國就打破新紀錄，印度人民祝賀中國人民。再往下，仇中的人可能會說這是 AI 做的，但事實上，中國在 AI 領域也是領先的。下一則，絕對的比《星球大戰》裡的機器人還棒。繼續往下，這些跳舞的機器人和當前的技術，比我迄今為止見過的任何東西都要先進和令人印象深刻得多。看下一則，中國在歷史上大部分時間裡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中國只是回到了它原本的位置。繼續往下，我認為人們還沒有完全意識到，這代表了多麼驚人的先進機器人技術成就。再過幾年，中國將擁有動作栩栩如生，但速度達到人類數倍的機器人。從軍事角度來看，這次展示比閱兵式上的坦克列隊要令人印象深刻得多。再往下，看到機器人學習中國傳統武術，真是太迷人了。這些機器人的動作自由度非常出色。再往下，現在我明白美國為什麼害怕中國的崛起了，這簡直就像未來世界，太不可思議了。下一則，動作的流暢度太瘋狂了，我全程看完。再往下，不再需要少林武僧了，現在有機器人武僧和机器人士兵來戰鬥，人類毫無勝算。下一則，這時候還認為中國在沉睡的人，純粹是個小丑。繼續往下，很多國家都在羨慕嫉妒，中國繼續前進吧。再往下，在其他新聞裡，又一位 MAGA 支持者贏得了吃熱狗大賽。下一則，和西方人不同，
他們懂得如何將真正的進步與傳統文化相融合。繼續往下，他們讓波士頓動力公司看起來像一群傻瓜。我也發現了另一個不太那麼知名的油管頻道，也上傳了 CGTN 的一段人形機器人春晚視頻，點擊量雖然只有幾萬，但評論超過1000條。該頻道說，人工智能戰爭已經結束，而美國輸了。他說，觀看我們解析中國2026年春晚機器人表演，並揭露為何美國的遏制戰略徹底失敗，數據無可辯駁。2025年，中國出貨的人形機器人數量是美國的10倍，他們的機器人已經在工厂工作，而我們的機器人還在實驗室裡。在本視頻中，我們將宇樹科技的悟空機器人在春晚上表演前所未有的武術套路，3米後空翻、武器操控以及每秒4米的同步編隊，做出反應，並分析這對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的未來究竟意味着什麼。我們還將回應那些看衰去年表演的批評者，並說明為何2026年的表演證明他們是錯的。好的，我們看第一條評論。慶幸的是，這樣的技術掌握在一個文明國家手中，這個國家的領導人不會在某個島上虐待年輕女孩。朋友們，這位網友應該是諷刺愛博斯坦的蘿莉島。好的，繼續往下。如果有人看不出中國已經贏了人工智能戰爭，那他一定是眼瞎了。這個人借用了特朗普的 MAGA， 他說：“讓美國滾蛋。”好的，我們再往下。美國完蛋了，請別跟我扯什麼中國抄襲了他們的破玩意兒。下一則。中國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的領導人為了改善全體人民的生活，付出了多大的努力。繼續往下，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方面，我只信任一個國家，那就是中國。再往下，如果美國擁有這種水平的機器人技術，它肯定會將其用於戰爭。下一則。5000年的文明在現代世界依然生機勃勃，中國人有無數理由感到自豪，並盡一切所能擊退霸凌者。好的，再往下。這位網友肯定是拿中美來比較，他說：“工程師和智囊對比律師和政治垃圾。”下一則。中國大規模投資於技術發展，而美國則將數萬億花費在戰爭上。人類需要像中國這樣文明的國家。下一則。與此同時，美國還在琢磨着怎麼修改愛博斯坦的文件來包庇戀童癖。中國早已超越了這些烏煙瘴氣的東西，專注於手頭的任務。好樣的，中國！下一則。我看了直播之後，又看了不下10遍。我想，某些不具名國家的某些不具名人士現在該意識到，中國正在描繪未來，而其他國家連望其项背都做不到。祝賀中國，新年快樂！我們再往下，世界的真正超級大國再次從荒野中歸來，我們亞洲人很高興能與它同處一個大洲。下一則。BBC 和 CNN 報道，中國竊取美國技術。請媒體每天報道100遍，必有重賞。再往下，很高興你做了這個視頻，因為我今天早上也剛看到。不過我覺得美國又會把這個宣傳為國家安全威脅，又來這套了。呵呵。下一則，顯而易見，中國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我不認為這是中國贏了美國輸了的問題，因為當中國創新時，世界都會受益，而不像美國那樣將所有的新科技、科學理念據為己有，並把一切競爭都視為國家安全威脅。所以，中國贏了，世界也就贏了。謝謝中國，新年快樂！來自美國腹地最誠摯的祝福。繼續往下，看這些機器人的時候，我驚掉了下巴，這他媽簡直太牛了！請原諒我的用詞。再往下。這真是太驚人了！西方任何國家要達到這個水平，恐怕還要再等25年，甚至更久。
為中國在人工智能競賽中勝出而喝彩。朋友們，我還偶然發現一個訂閱量不是特別高的博主發的一段視頻，原視頻是英語解讀的，但由于油管有自動生成語音功能，所以可能你用手機或電腦有的是普通話，有的是德語或者任何其他語言，但原視頻確實是英語的。他也就央視的功夫機器人做了他的點評，當然也是深感震驚。我們來看幾條評論。第一條，我是美國人，這是我第4次看這個視頻了，這是我42年來見過最酷的東西之一，配樂也超帶感。好，繼續往下。與去年的表現相比，這簡直是巨大的飛躍！哦，我的天哪！再往下。中國的機器人像成龍一樣打功夫，美國的機器人卻連走路都像拜登一樣顫顫巍巍。下一則，建議你們來中國看看，了解歷史和文化、觀光和自然風光，或者高科技，尤其是深圳。過去14個月裡，我已經去過中國3次了，6周後還會再去。那裡物價很實惠，美食很多，可看的東西也很多，人們很友好。而且非常安全。下一則，當美國每年花費16億美元來散布關於中國的宣傳新聞時，中國卻在轉眼間發展着自己的經濟。儘管每天都有許多國家的批評，中國仍在不斷走自己的路，邁向自己的夢想，這就是巨大的差異。再往下，看看那些微小的調整和關節的運動，以及身體協調的平衡。這些都是只有動物，包括人類的大腦才能做到的事情，真是太神奇了。下一則，與此同時，在地球的另一端，他們在綁架他國領導人，還在試圖弄清女性的定義。好，繼續。你們真該去中國看看，那地方簡直讓人大開眼界。我以前總看主流媒體，結果被他們騙了。中國比我之前去過的美國和西方國家都要先進。好的，再往下。美國高談闊論，用宏大的演講和華麗的演示來展示其雄心壯志，配上精美絕倫的幻燈片，吸引眾人目光，但往往在聚光燈暗下後便煙消雲散。他擅長於制造奇觀，精於政治作秀，在那裡願景有時被誤認為是成就。然而，中國玩的是不同的遊戲，它不是聲張的宣揚自己的意圖，相反，它默默地打下基礎，一步一個腳印，一磚一瓦的建設。其戰略是長遠的，執行力是有條不紊的，進步是穩步的。項目按時按預算完成，不受政治作秀的干擾。本質上，美國以承諾令人印象深刻，而中國以兌現承諾令人印象深刻。一個征服了觀眾，另一個重塑了現實。好的，朋友們，我專門找了一家美國主流媒體 CNBC 來看看網友們是如何評論中國的功夫機器人的。我早就發現了，西方媒體不喜歡用中國春節或中國新年這個詞，凡是與中國有關的，他們都不喜歡，而且統一改成了所謂的農曆新年，不用中國新年，而用農曆新年這個詞。也就是說，西方對於中國這個詞已經到了病態反感的地步。在這種完全來自中國的文化，他們也在搞去中國化，這種行為實在令人嗤之以鼻。所以在評論區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網友當中也包括中國還有華人網友也站出來指正及批評這些西方媒體的做法。還有一個詭異的現象我發現，比如路透社上傳了一段30多秒的視頻，但是去掉了春晚的原始配樂，用了一段聽起来特別詭異的背景音樂，就是讓人聽起來有點恐怖片那種音樂的感覺。你們理解我的意思嗎？這算不算另類陰間濾鏡呢？紐約郵報也有一段2分鐘的視頻，後半段竟然突然變成啞巴，沒有了音樂。這難道是西方媒體他們統一的，而且是某種故意的技術故障？這種骯髒的小動作真的令人不齒，太陰暗了。好的，那我們看看 CNBC 一些網友的評論吧。比如說這條叫中國春節，
看來西方媒體是鐵了心要把中國從這個節日的名稱中抹去。好，繼續往下。什麼是農曆新年？如果中國沒有這個節日，誰會知道有這麼回事？接下來很多網友出來指證，說不是農曆新年，而是中國春節。這位網友也看不下去了，他說：從今天起，聖誕節不叫聖誕節，而改叫冬季家庭日。好，接下來我們還是看看關於功夫機器人的評論吧。比如說這條，這些機器人太瘋狂了，想象下用它們來打仗，現實版的終結者。再往下，但特斯拉那些不能正常工作的機器人卻市值數千億。很多網友實在忍無可忍了，都不提功夫機器人了，而痛批西方媒體的去中國化。比如这位網友說，所有這些西方媒體都深陷恐華症，以至於他們執意要用錯誤的名稱來稱呼中國新年。農曆新年是基於陰曆的，是中東地區人民慶祝的，而中國新年是基於陰陽合曆的，在美國誕生之前就一直被稱為中國新年。把中國新年叫做農曆新年，這是在剝奪中國人民的文化傳統，同時也冒犯了中東人民。CNBC， 你真可恥，你們是故意的。好的，朋友們，從本人所有瀏覽過、看過、聽過的關於春晚機器人功夫秀的各類視頻，都清一色讚嘆佩服中國人的科技成就，幾乎零差評啊！真的，關於中國功夫機器人啊，不管是我哪一個看過的視頻，都沒有任何負面評論。可惜啊，德國媒體又次缺席了，估計是不敢報道。但是朋友們，全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通過本次春晚的短短幾分鐘機器人功夫秀，世界人民再次刷新了對中國的認知，可喜可賀。就像很多網友說的，中國在發展科技，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而美國在發動戰爭，搞關稅脅迫。由此可見，誰的國際形象越來越好，而誰越來越活成全世界人民討厭的樣子，大家都心知肚明。好的，朋友們，本期節目就到這裡，感謝各位，我們下期見。